Hello，大家好，我是小甘。那今天来开一副新品，这种类型的耳机我之前从来没有买过，也没有吹过，就是我手头这款来自 Model 的 Tape 622，一款单屏版的入耳式耳机。那这一副是我自己刚刚拿到手的，这一次我要大吹特吹，大家准备好了吗？咱们开始吧。照例在开箱之前，先聊聊为什么入手。那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喜欢尝鲜的人，就旗舰塞不是说不好，但是对我而言，我的消费习惯让我更加愿意去寻找一些不同的产品，体验不同的声音。说白了就是一个旗舰塞，3万、4万甚至于更高价位，对吧？对我而言呢，买好几个终端了，那我所图的其实就是2个字：好玩。第二个是因为 HiFi 它不像显卡，这玩意儿它是没有一个参考值的，完全不能够通过跑分来分出个1、2、3、4。如果说我买显卡，那肯定就上旗舰了。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我4090到现在还没买呢，干脆等5系得了，反正 GTA 6还要等一阵。在 HiFi 的世界里面，我认为就很像大家吃饭的口味一样，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以往我们嗤之以鼻的音色，说不定随着自己听音习惯的改变以及听音风格的扭转，也会变得真香起来。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啊，从当年的单动铁 UME 玩到15C，也就是2动铁的，再到5353动铁，然后5动铁的仙女座，这些都是纯动铁单元。后面开始玩圈铁的太阳神啊之类的，再到后面 HS2000 Mark 2、Mark 3这些单动圈，口味是在逐渐的发生变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玩了这么多年耳机，还没有玩过平板入耳呢。原因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就是之前的平板入耳真的是太难驱动了。推不好的一个后果就是声音有明显的碎裂感，或者说割裂感，不够自然与生动，总感觉就是这个声音东一块西一块的。之前虽然有一些型号声音是真的不错，比如 Model 之前的821，我认为用我的耳放推开之后，声音表现非常的迷人，空间感也很好。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些随身耳放嘛，但是我现在连 SP3000 都不太愿意用了，因为上海真的是太热了，更别说绑一个耳放出街了。不瞒大家说，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30的那个 M1 Plus 加乐比的 W4 小尾巴了。而这一次的 Model 622很好驱动，用这一套 M1 Plus 加 W4 就能够驱动到一个7788的状态。我相信只要您有一台差不多的播放器或者一个小尾巴，就能够将622驱动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不夸张的说，在622之前，我认为平板耳塞还没有达到我心目当中的理想状态，就是始终感觉这个类型的产品成熟度不够，一直到622平板耳塞才算是真正的成熟了。而且可以满足心里的一个小愿望，因为我之前纯动铁、圈铁、混合、单动圈、双动圈等等之类的吧，各种单元形式的耳机基本都已经有了，就差这个单平板了，所以也算是补足了最后一块拼图。简单介绍一下 Model 这个公司啊。Model 这个公司它不是一个老牌公司，是2021年创立的，从 Acouston 里面分出来的。Acouston 除了分出来 Model， 还分出来另外一个品牌叫做 Colalia。与专注于动圈的 Acouston 所不同的是 ，Model 专注于新兴技术，比如单平板或者平板加动圈、平板加动铁等等。而 Colalia 的话是专注于动铁。Colalia 最近也刚刚给 Acouston 研发了 ACT410 单元，配备的是4个动铁。以上3家都拥有独立的设计师，但是共享一些生产资源。这3家在与沛纳空一起组成了 NDRSS。那这些是关于品牌的一些简单介绍。好了，感谢大家听我唠叨这么久，接下来咱们开始开。不怕大家笑话啊，就是这个耳机的外形是最能打动我的，因为这个黑金的配色它非常的大胆。属于过目不忘的那种，配合蓝宝石水晶的这个天窗与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能够给到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受。Model 这方面做得很不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设计风格了。从711到622，设计语言都非常的鲜明，而且表面不是寻常的阳极氧化工艺，
是喷砂处理的，这个也是非常少见的。那大家看到这个耳机的大小，那可能会有朋友担心这个佩戴是不是不太合适，这方面请大家尽管放心。在我的参考系当中，622这款耳机的佩戴我可以打到80分，为什么呢？甚至于比 HS2000系列的佩戴还要好一点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HS2000它这里有一点点碰到这个耳垂这边，所以这是一个减分项。另外就是 Model 这款耳机，它是为亚洲人所专门设计的，在设计的时候参考了大约300对的亚洲人的耳朵数据，最终才做出来这款实物。不过由于是纯金属的一个关系，所以耳机本身还是存在一些重量的。这款耳机因为周五样机就已经到了，所以我这2天上下班都带着这个耳机在听，每天大概听3个小时就是来回，没有什么不舒适的感受，所以在佩戴上我认为不会给我们造成太多的烦恼。这款622用了平板单元，官方给取了一个代号，叫做 Ultra。我们知道，在单平板入耳式耳机里面，它的一个优势是低失真、丰富的低音以及没有分频，所以声音的一体感非常的强。与静电单元有一点类似的是，由于振膜的振动非常的均匀，所以单元能在比较宽的频率范围之内保持平滑的频率响应，连音量哪怕开得大一些，所导致的失真也是非常小的。在耳塞的平板单元当中存在2种驱动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单推与双推，大家看一下这2张图就明白了。单推的话只有一个极板，而双推就是在振膜的2边各有一块极板。Ultra 就是推拉式的，这样带来的一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能够吸收更多的电流，从而让耳机变得更好驱动的。那具体好不好驱动，我的看法是不要看广告，而要看实际疗效。所以我们要看看实际的一个效果，因为同样的 Ultra 平板单元在821上面就不是那么的平易近人，而到了622一下子转变了非常多。具体原因未知，可能是 Model 的设计师开窍了啊！在我看来，目前622可能是市面上最好驱动的平板耳机之一了。接下来咱们看看配件，622这款耳机的配件还是非常的丰富的，有2条线材，3.5还有4.4耳套，还有这个不错的一个收纳包。当然了，这个收纳包也是祖传的，就是了，因为从 Type 711开始就是这个包。接下来是这个母座。这个接口依然是 PE 接口，全称叫做 Pentacon Air， 就是开发 4.4 接口的那个公司做的耳塞端的一个接口。我在插入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耳机母座里面似乎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我，有点歪歪啊，但是确实是如此，很神奇。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品牌能够加入到 PE 的这个阵营里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接口的这个接触面积非常的大，不容易断针。而且还可以旋转来调整佩戴的角度。最新的这个设计让插针的这个牢固性也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升级，因为它不容易松动，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插针系统。简单的开箱开完了，咱们来具体的聊聊这款产品。毕竟说了这么多，声音不行也是白搭，对吧？首先我先对平板入耳市场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做平板头戴的品牌，我相信大家能说出不少，比如奥利兹、HiFiMan、妹子、Final、Fostex 等等，有很多品牌都在做平板，各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这也造就了头戴式平板耳机的百花齐放。但是平板耳塞似乎就不是那么的多了，因为哪怕是奥利兹作为平板耳塞的开创者，在欧几里得之后也没有新的平板耳塞问世了。目前在平板耳塞这个细分领域深耕的只有2个品牌，分别是 Campfire 和 Model。Campfire 目前一共做了3款产品，分别是青灰、探月者与星石，其中星石是一款双平板，而 Model 则是在622之前也出了3款产品，分别是711、821和512，每一款都配备有平板单元，但是单平板只有821一款。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以往的平板因为材料和加工工艺的关系，对前端的要求非常的高，比如 LCD I4、青灰等等都非常的难以驱动。哪怕 Model 自家的平板，也就是821，对前端也有着不小的驱动需求。但是，一旦推开之后，我认为是绝对值回票价的。821我一直认为是被市场所忽视的一个好产品。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愿意使用耳房去搭配，否则的话，这声音就是一言难尽的。我到现在都记得 LCD I4那个耳塞，由于是几年前的一款产品，所以存在一些客观的难点，比如外形设计上就进行了大幅度的一个妥协，以至于更像是一个实验性质的作品，而不是说市售产品了。就随身耳塞而言，LCD I4的振膜面积简直堪称恐怖。LCD I4虽然是几年前的产品，但是声音一旦推开，依然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存在。
虽然是一款入耳耳塞，但是有着近乎于头戴式耳机的听感。LCD-I4就是这么夸张。上台有奇迹，我认为这句话至少对于平板入耳来说，我认为是行得通的。但是说到底，无论 LCD-I4还是 Type 8L， 这些毕竟只是一个入耳式的耳机，对吧？有多少朋友愿意在家里配一个台式耳放去推耳塞呢？那还不如配一个头戴呢。用台式耳放或者 Hugo R 这种设备去驱动耳塞，注定是极少数发烧友才会去追寻的道路。所以一直以来，平板耳塞的驱动门槛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有没有可能，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用便携播放器也可以获得如此效果？这一天总算被我给等到了。就在前天，也就是周五啊，Type 622的到货让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可能真的已经到来了。这款耳塞因为周五到的，我听了2天，所以简单说一下声音。622的声音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无与伦比的乐感和声音能量感。在这一瞬间啊，我甚至感觉又找回了当年听 LCD3 和 HV6 出版的感动，这绝对是爷青回了，乐感十足。一首漠河舞厅听下来，这个人声的厚度与磁性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这么真切的一个听感了，似乎这首歌曲只对你一个人在演唱一般，给人一种歌手就在你面前的这种错觉。温润、醇厚、自然、宽松，这些形容词在 Type 622上面难得的结合到了一起。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个后果啊，那就是这些词汇结合到一起的产品，一般来说结像是会有一些偏大的，导致声音似乎有一点点的拥挤。但是请放心，在 Type 622上面，这个拥挤的程度并不会造成声音发闷，因为我自己是真的听不来沉闷和偏肉的那种音色。622的这种表现，我相信您可以听很久很久，也不会产生听觉疲劳。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声场。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前面说的结像略大的这个原因啊，所以音符或者说线条感也会相应的大了一些，这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622这个耳机的声场是不是小了？答案并非如此。事实上 Type 622的声场非常的真实自然，有纵声有高度，不会出现奇怪不自然的声场或者声音空洞冷漠的情况。由于内部充足的这个信息量，所以能给到人一种整个声音空间里面都有充足内容的听感。这种声音完全与空洞无缘。同时，由于622拥有丰富的泛音，所以您走在街上听622，配合这个广阔的声场，绝对能让人有一种置身于音乐海洋的感觉，包围感一流。这就是因为本身充足的泛音与优秀的声场同时叠加之后所造成的一个效果。高频方面，如果你喜欢精致华丽的高频，那么 Type 622的高频可能会存在一些制约。不过我依然要来吹一下这个高频。不对，是形容一下 Type 622的高频是一种西洋邪照般顺滑流畅的高频表现。当然了，如果你与同级别的圈铁或者混合来对比的话，我认为 Type 622的高频空间是没有动铁耳塞来的那般明亮的。我相信，如果说可以再提亮一点点，那么高频的这个展现力会更加的充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622不是主打声音线条的精致度的，更多的是在侧重声音线条的厚度。由于 Type 622并非是以高透明度为追求目标，所以与刺激是没有什么缘分的。Type 622的高频更适合用细腻顺滑来形容，几乎没有什么齿音。这里大家注意啊，因为这里并非是褒奖。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就喜欢声音带一点点的刺激度或者侵略感的，那这种朋友选购622的时候就要适当注意了。接下来我们结合其他产品来说说具体的一个差异。如果您之前或者现在已经拥有了 Acoustic 1750这款动圈耳塞，一直想寻找一款真正意义上面的升级款，是的，虽然1750是一款3000价位的耳塞，但是想在1750的基础上面去寻找，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 HS1750的声音非常具备辨识度，声音是能够打动人的。用一句比较歪的形容，就是1750是有生命的耳机，这也是 HS1750能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方面，哪怕 Acoustic 自家的1790可能也做不到。而到了 Type 622，我认为如果说您喜欢1750的音色，那么升级到622就不存在任何的压力，并且能带给您最初的感动。说到这里好像又开始吹了，但确实如此。目前我们3个门店都有这个622的样机可以试听，大家来听一下就知道了。还有，如果有朋友对 ACT02 单元念念不忘的话，这一次请千万不要错过622。就我的听感而言 ，ACT02 单元的声音规模感以及声场要好于622，分析力也略高于622，但是622的能量密度更高，
听起来更有场面感，以及具备更高的声音密度，我认为这就够了。低频方面也更加的丰富。那么622与自家大哥也就是821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就是材料工艺上面的差异了。821的话是钛金属的，而622则是铝的。在音质上，声底和风格都是自然流畅的风格。Type 821推好的一个情况之下，数字表现会更加的出色，透明度、信息量、微动态是821更好，大场面的鸣放效果提升明显。不过821在低频方面的亮感不如622，而622是在声音的动态、临场感、人声感染力这些方面表现更佳。两款产品共同的优势是都能做到非常难以平衡的宽松但不松散。我在选购的时候结合了各自的售价，毕竟821要卖到11999的，而622只要6199，几乎只要一半的价格。而且821所需要的驱动力实在是过于夸张。结合了售价、驱动要求以及音质差异之后，很明显622更适合我自己，所以最后选择了622。那吹了这么多，622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的答案是，如果说您喜欢这个风格，能接受这个设定，那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玩笑啊，客观说，对比同价位的全铁来说，我认为622在分析力上面并不占据绝对优势，622更多的是在诠释音乐、演绎音乐，而非分析音乐。对于追求透明度和鲜活感的朋友来说，我会建议您通过寻求换线来进行一个适当的改善。目前我想改善的主要就是将声音的上盘适当的打开一些，这样我们聆听女声会有更加出色的质感和声音气息，这样对我而言就到位了。我在测试了10几条线材之后，结合价格与佩戴感，最终还是选定了老伙伴，也就是拉斐尔作为一个搭配。如果说您觉得原线下面有点过于厚重的话，那么拉斐尔能够让 Type 622的声音框架变得更加的明朗和醒目，让您有一种层次感更加分明的听觉感受。同时，拉斐尔也会赋予622人声一点点的甜味和鲜活度，是非常好的一个升级方向。这里我也推荐大家，如果选择拉斐尔的话，选 Versa 接口的，因为 Versa 是可换插针嘛，它可以换 0.78、PE 还有 MMCX 3种，非常的方便。Type 622这款耳机对线材不算特别的挑剔，所以大家如果手头有 PE 口的线材，也可以接上去试试看效果。只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个人所坚持的，也就是一定要维持住622原线下面的那种低频质感。这个低频实在是太强劲了，那个鼓声敲下去，直接能敲到你的胸口位置，就是这么的夸张，绝对的量感充足，还很深入，并且不散。一首《盗梦空间》的原声 Mimosa 给了我一种似乎置身于影院一般的错觉。走在路上听622这么一个不算耳塞的耳塞，这个声音的气势，这个临场感实在是没话讲。好像又开始吹了，收一下。另外就是，如果说您不喜欢浑圆、饱满、下潜深入且扎实的低频，您更多的是在追寻速度快、弹性足的低频，那么622也是需要适当注意的。不过就我的听感而言，我两种低频其实都能够接受，我都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仙女座的低频，我也完全能够接受啊，也听了好多年了。1750 HS 2000 Mark 3的低频，我也完全欣赏得来，因为我从来不会让自己的喜好局限在某一个范围之内。好，关于622就先聊到这里。最后照例说一点题外话，我们来聊聊未来入耳式耳机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个人的一个浅见啊，就是我认为未来入耳的3个方向已经逐渐明朗了。第一类是超旗舰的类型，由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单元的运用，导致成本居高不下。但是这种由于能够结合多种不同类型的单元，所以到底能融合出什么样的作品，未来依然是有可以期待的空间的。比如接下来的 FortAirs 的麦克白，就是静电加动铁加骨传导，它是没有动圈的，与我们常见的超旗舰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这方面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意。二是动圈单元新材料的一个引入，包括振膜材料、磁体材料等等。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就是 HS 2000 Mark 3，原因就是这款耳机刷新了动圈的传统概念，颠覆了很多朋友的认知，包括我自己。第三个就是平板了。为什么说是平板呢？大家不妨看一看市面上面的头戴式耳机啊，最顶级的啊，就是 H1 和香格里拉了。这两个都是静电，如果说再往下降一点点的话，就是当年的 Stax Omega 了。什么冥神？那个纯粹是因为耳放比较贵，虽然一套高达60万的一个价位，但是那个耳机也就是 AWKG， 实际上是一个4万多的一个售价，我们是有单独销售的。
那前面说了，最贵的是静电，静电下面就是平板了。这方面有 Satsuvara Unveiled、Satsuvara 的旧款1266 D8000 Pro LCD 5支架耳机领衔。而动圈，我们印象里面顶级动圈好像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大乌托邦，然后再加一个新款，也就是 AWKG 了。可以这么说，动圈头戴不光是价位赶不上平板，甚至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当中，动圈头戴的占比也远没有之前高了。注意，这里是1万以上价位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将平板单元列为第3个方向的原因，因为头戴式耳机的平板单元已经非常成熟了，而平板耳塞从首款产品开始算，满打满算到现在也不过7年的一个时间，留给平板耳塞的可能性还有很多。接下来我相信会有品牌在平板耳塞上进行发力，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玩、有趣、好听的产品。最后，我认为平板留给我们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可玩性。当然了，动圈头戴也有好消息啊，就是未来 Aquisten 会有一款旗舰头戴面世，这方面我寄予厚望。不管未来方向如何演变，我认为都离不开一点，就是深厚的调音功底。说到底，我们买耳机就是在为自己的审美以及需求买单。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